欢迎来参观我的新家。那我记得上一次 upload video 的时候是2025年1月1号，现在已经是年中之后了，差不多。因为那时候是大概3-4个月的状态，现在已经过了接近1年了的状态啦，所以可以说是完成了95%，我们已经住进来了啦。所以当然我们就先从这个大门来开始讲，这个比较能够循序渐进。那首先这一个大门呢，它要配合我们整个屋子的颜色、外观等等。但我觉得其实门啊大同小异啦 ，OK。那重点就是因为我发现我找了很多间做门的，他们的 model 都要跟人家拿，所以我们就直接找了这个叫 Jack Pro 的，所以它这个 Adam 3的系统呢，就是很多人都在用，因为 AutoGate 啊，它是一个你需要一直怎么讲？你需要一直开关的东西，像我们有2台车子进进出出，所以我觉得那个 model 是一个 heavy duty 的东西。当然，另外一个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花了不少钱来改的，就是本来那个垫是在这边的，就是跟传统的屋型一样子，所以以前的房子1台车子进出可以，2台车子很难啦，所以现在我们2台车子都可以放进去家里面。然后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啊，就是因为以前人在设计房子的时候，那个 peti surat 那个信箱就只是放信，可是现在因为我们有 Shopee、Lazada， 知道吗？有很多淘宝东西，所以当我们要 drop parcel 的时候，以前的传统的信箱已经满足不到我们，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方便他们把包裹放进去。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去我的家，我先开单边 ，right。So， 当然你从这个角度可能不清楚，但如果从 drone shot 来看的话，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屋顶是一共有19片太阳能板，这个我之前有非常详细的分享过，所以以现在这个状态，基本上以这个阳光强度，中午2点到3点，它是能够 generate 7个 kilowatt 的电，一天大概是40 kilowatt hour 啦，平均到来。所以当然我觉得我们这整间房子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宗旨或者说我们的主题就是阳光、空气和水，因为这3个东西是对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3个东西。所以当然讲到水源的话，当我们一进去家里面的时候，我们拿来漱口的水，我们拿来洗澡的水，小孩子冲凉的水等等都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户外的净水器，因为我们不确定这个达曼或者我们不确定整个这个区有没有定期维修水管等等，所以这个必须要帮我们去过滤掉那些颗粒物。然后当你过滤之后呢，它又能够定时排水，所以它每天早上呢，它会自己 release clean 一轮。长期的话，这个 Mega Bio 呢，它会来帮我们来测水、来量、来做整套的这个服务这样子。所以现在停2台车子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配合整个华为的这个 optimizer， 华为的 inverter， 再到华为的这个充电器，所以它是能够优先使用太阳能的 ，OK？ 因为其他的充电桩可能它会用你电网的、用你 grid 的电，或者说我可以完全不用到 DNB 的电。So 因为我刚刚搬进来不久，所以整个大门还红彤彤，这个也是我们有一个仪式感这样子啦。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去这个家门这边，然后当然这个锁呢，我们是用了这个 Apple Studio 帮我们来设计整套 Smart Home。像你刚才有注意到我的这个 doorbell， 我的门铃它是有一个 camera， 所以有人按门铃，我的手机会知道谁按门铃，或者是有一些 motion detection， 就跟 dashcam 一模一样。所以我现在我可以这样子，它还没有 send 到我的 Tesla， 先 send 到我的人在车尾。OK， 我可以用人脸识别来开我的门，当然我还可以用密码，再不然的话，我可以用我的手机，因为它是支援 Apple HomeKit 的。OK， 它就能够去解锁这个家里，然后我也可以 authorize 看谁可以用，你家里有几张脸，它就可以 save 在里面，就不需要每天进门拿锁匙啊什么东西等等。然后我知道你可能要讲，这样这个东西它没有电怎么办 ？OK， 它会提醒你。第一，第二，它后面是可以用 USB Type C 来充，你可以拿一个 power bank 充，或者你可以整个拆出去充这样子。再不然，你还可以用 spare key 把它打开。所以我觉得现在新时代的家里，当你要打造它的时候，它整个这些 door switch webcam 我叫它 Sentry Mode 啦 ，OK？ 所以我们不只是车子需要 Sentry Mode， 所以我们现在就进来这个我们的家里。玄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corner， 因为它关系着整间家里的整个气场的流动、整个光线照射等等。那对我来讲，
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我每一天早上或者每一天好几次，我都要坐在这边穿鞋，这边有鞋架然后穿鞋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发现到很多人家里都没有用这个东西。当然这个东西有很多材质的，有 plastic 的，你知道吗？有各种颜色的，不过我觉得这个颜色是最能够搭配到我们的家里，所以穿鞋是非常快的，而且这个很长短的话你需要这样子嘛，长的话你就这样子就可以了，而且它后面有 magnet， 你可以把它吸附在这个地方 ，alright， 就这样子，非常简单，非常干净。所以当然，这个我们用了罗马帘啦，就不是传统的戈登这样子。其实你看上面我有一条轨道，我们本来是要做戈登的，后来发现到不理想，我们就把戈登拿掉了 ，OK。所以罗马帘就是这样子上下跟它去 roll， 然后这些肮脏的人用一些基本的清理就可以了，它只会沾灰尘啦，不需要像传统的戈登这样子。所以东西当然会有两面啦 ，OK。你要求美观，你就要有一些牺牲这样子。所以后面这边就是一个 storeroom， 因为本来我们在买这间屋子的话，如果你看回去那一个 video， 这边本来是大门来的 ，OK， 就是之前的那个屋主是从这边进门的，我们是把移了一个位置这样子，所以现在这个里面是 storeroom 啦，干的 storeroom。OK， 现在就到了整间房子的重头戏，也就是我们的 home office。因为跟其他人不同的是，很多人的家里面他可能就只是家。他在外面是有办公室，他在外面可能有工厂，外面有公司等等，所以在家就是扮演家的角色，然后办公就是去 office。那我的情况不同，我是一个 content creator， 我是一个内容创作者，所以对我来说呢，这不只是一间家，它同时是我的办公室。不管在过去的5年、过去的10年，我一直都是处于家里就是 office 这样子的概念。但毕竟我有小孩，OK， 我有老婆，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间隔区隔开来。可能大家已经从这个厨的颜色，从这些木可以判断出这可能是容易理解的 reference， 就是叫 Muji style，OK， 最容易理解。其实可以统称叫做 Modern Minimalist Design， 也就是简约风，或者说北欧的风格这样子。但如果你说简约，我们又没有到极简这样子，因为如果真正的极简，你是不会看到 router， 你是不会看到 modem， 你不会看到这些物品这样子，因为这是一间 office，OK。当然，你现在看到我身后这边，它算是一个 partition， 不过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partition， 它是整个间隔开来。所以这个你会注意到这个木刚才我在门口的时候我说，我们的宗旨就是阳光、空气和水。那这个源自橡胶树的 Hevia 板材是在阳光充足的环境下成长的天然木材，所以每一道木纹都是阳光洒落森林的痕迹。那橡胶木是树叶收集后再进行砍伐制材，它不是为了木材而砍伐森林，所以这是一个可再生、永续利用的材料，而且它具有低甲醛和无毒胶合的技术。它是一个极低甲醛，你看我才装完过后，我看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搬进来住了，只是做一些简单的释放，然后给它去过滤这样子，根本就不会对身体造成，你可以 feel 得到的嘛，根本都不需要讲。再来，当然它的颜色、它的 quality 等等，其实都是出口到很多先进国家或者出口到很多国家，只是很多马来西亚人不太清楚这个板材，所以它的整个质感、quality 等等，基本上每一个看到的人都会觉得哇，这真的是蛮有料的一个东西推开 ，OK， 所以既然它是一间 office， 它是一个 home office 的概念。OK， 所以对我来讲，一间 office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有咖啡。那这些事情是我本来还没有搬来这边，我都在做了的，就是我的 espresso machine，我的 grinder， 我的做咖啡的东西 ，OK， 我改过了啦，没有那个2个口出来了。然后我的咖啡豆，我的整个 coffee 的器材都在这边，然后包括我的净水器也收去下面，然后我再做了这个出水口这样子，所以整个东西就能够在这边来完成。当然它后面还有这个 ambient light， 然后因为我有 smart home，OK， 这个 Apple Studio 的 Aqara， 然后它也支援 Apple HomeKit， 所以我可以讲 Hey Siri turn off coffee shop light， OK， Hey Siri turn on coffee shop light， OK， 其实我不用讲到这样字正腔圆，他听得懂的啦，只是
在拍摄，以防万一。OK，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因为我每一天早上至少会几杯 espresso 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就是 store room。如果你有观看第1集房子开箱影片，你就会发现到最多人讨论的就是 inverter 逆变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通电，我们还没有用太阳能，只是装而已，所以很多东西都还是一个问号。那现在已经没有问号，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跟大家分享这个 inverter 到底有没有为我带来什么样的困扰。那我之前担心它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噪音，我怕它会很吵，因为我要录音，因为我要做直播，我要讲话等等，我怕它会嗡嗡作响，或者是有风扇在吹它。你自己听啦，你自己听有没有声音啊？可以讲是完全没有声音。So， 第2个问题就是它会不会说很热？ OK， 这个东西是不用拆的，因为我手上就有一个 infrared 的温度计，现在是中午3点钟，准3点可以算是一个 peak 了啦。它现在应该可以 generate 7.5个 kW， 1个小时就是 7.5 kWh， 61.4。OK， 这个已经是 peak 了。大部分时间它都是处于30几度而已，因为它只有在 peak 它会去到这么高，太阳下山它就跟着下山，晚上的时候你摸它没有什么温度了 I mean 30多度这样子啦，就跟你空气的温度一样。Coffee shop 之后呢，就到了这个 dining area 啦 ，OK， 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因为这个也可以当成是一个 office 的 pantry， 然后在后面就很明显是厨房，所以你观察我们的这个地板呢，在地砖这边呢，就用了3种不同的选择。那这一块呢，它就是一种叫哑光的面，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matte， 它不是那种亮亮的。缺点是它可能没有这么好打理，但它确实踩下去不会冰冰凉凉，早上的时候踩起来是蛮温暖的。然后这边就是厨房的砖，然后后面这边 SPC 呢就是这个kids playroom 啦，就是我们小孩子玩乐的地方。然后上面有一个很小把的风扇，还有冷气。然后这边就是整个攀爬架啦这些东西，然后当然啦，这个地方其实它也算是一个怎么讲？这整个地方它可以算是一个分界线啊，就是我们的 home 跟 office 的交界处，那个2个国家之间的 border 就在这个地方。当然啦，讲到瓷砖，讲到地砖，我觉得对于一间房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element，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因为它是我们双脚踩在的地方。所以要怎样找到符合我们的设计风格？我们在UBBMS 那边找到了很多的灵感，因为他们提供了很多选择，很多材料。OK， 你要像是大理石的也有，可是我们没有用那个材料了。OK，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整个设计风格来选择，那它确实让我们在选择这个地砖的时候，跟还有这些卫浴设备，可以很理想的找到我们要的东西。这样子，当你要装修房子的时候，这类型的东西，你需要一个很好的 consultation， 他们可以帮你去给你建议 ，OK， 跟你讲什么样的东西适合你的家里。我觉得这个在UBBMS 都能够给到你一站式的服务啦。所以我现在就即将要离开一个国家了 ，OK， 这边是一个国家的border， 这边就是 custom， 但是我不用拿 passport 啦。所以过了这边之后呢，基本上就不是我的国家了，这边是女主人的 corner， 就是女主人跟小孩子的 corner， 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在这边，我在剪片，我在拍东西，我在直播，我做咖啡，我吃饭，可能去后面小便而已。所以过了这边之后，全部是女主人的地盘。所以当然这个橱柜啊，也用的全部是 Hevea 的木 HVEA，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烤箱啊，它不只是一个烤箱这么简单哈，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这个是来自 Vati 的这个叫什么蒸炉也可以，炖炉也可以，焖炉也可以，它可以 grill， 它可以 steam， 它可以 air fry 等等 ，air fry 也是重点。所以传统的家里你可能需要买2台机器、3台机器、5台机器，但是这个1台机器一个可以打10个，它一个人可以打10个这样子。我们这边呢就比较特别 ，OK， 因为你观察我们家里面其实都是非常的电啊，我们有2台电动车，我们有充电器，我们用太阳能等等，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环保，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绿化，我们不要用 DAB 的电，我们自己产电自己使用。但是讲到煮东西呢，我们就需要火。我讲到火呢，不是那种电热炉或者电磁炉，我们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炉，因为如果你打开下面看，我们是有用 gas 桶的，它还是要用 gas 来打火的。但是呢，它可以用 gas， 但是它又用电。
它就是一个 hybrid。怎么个 hybrid 法呢？首先它虽然是一个走 gas 的，但是你可以把它打开，它打火的方式呢是用电的。我现在按着 on， 但是我们是用电来调整它的火，它的大小。它还有 mode 的哈，看到吗？它有 stir fry mode， 它有 boil mode， 它有 grill mode， 它还有这个 fry mode。那回到刚才前面讲，为什么我们要用火而不是用电磁炉 ？Of course， 我们有电磁炉锁在里面啊，真的要吃火锅我们会拿来用，因为就整个风水跟家里面的 element 方面，我们要有明火，然后明火它是很难被电跟磁的东西去取代，因为如果你用电磁炉，它 more on 是金跟水的这个导向，基本上电可以属于水的一种，我们需要真正的火，实实在在的火。灶啦 ，OK， 中文叫灶这个东西。当然，你煮东西的话，你知道吗？可能如果空间不够用的话，它这个东西是可以拿上来的。你可以把它放上来，看到吗？你就可以放多一个锅这样子。所以每次这个煮菜的地方，就是它会可能灵活性不够，不过我们也有考量到这个东西这样子。当然啊，就像一台火力全开的跑车，也要有强大的 aerodynamics 和 cooling system， 把热气和废气都排出去。所以这个具有类似 turbo 的超强吸力、静音运行、自动清洗功能的抽油烟机，让我们煮菜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因为我们是重新做过 rebuild 整间房子，所以我们整个 pipe 全部都做好了 ，OK， 抽风机、抽烟机等等。所以我就Vati的这一套系统啦，除了这个蒸炉、烤炉、炖炉 whatever 炉，还有这个 hybrid 的煮菜的地方之外，我们还有洗碗机，所以它可以有这个模式多到我可以坐在这边讲这个洗碗机就讲1个小时。那我现在看到房子的整个状态啊，让我回想起大约2年前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次走进这间房子来看的时候，我依稀记得啦，我的这个 first impression 就是它很暗，然后这类型的排污啊很暗，也不只是它本来的问题，很多人的家里都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光，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些电子的光，我们就忽略掉了 natural light 自然光的重要性。那我现在把kitchen 的灯全部关掉，这个也关掉，然后那个 entertainment room 就是我左手边这个小孩子玩乐的房间的灯也关掉，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状态呢，就是完全没有开灯 ，OK， 它是一个自然光的状态，都非常的亮啊，这个也是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我原本以为我把它打开之后房子会亮一点，我没有想到这样小小一个 corner 就足以照亮整间家，它就好像夜晚中的一个蜡烛，虽然很小，不过它可以用那个光填满整间屋子。全景式的玻璃车顶 ，OK， 不是车顶啊，玻璃屋顶，讲惯了。这边呢就是一个可能可以坐在这边 ，I don't know，OK。很吵杂的时候，可能你在等洗衣机、等烘干机，或者在等那个煲的汤煲好的时候，或者当小孩子在玩的时候，你要逃离喧嚣，你就可以躲在这个地方，看一下花草，看一下这个树木，然后抬头可以看一下云这样子。再来就是后面的厕所，楼下的厕所，因为这个厕所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小孩子是在这边冲凉，在这边洗澡，在这边玩耍。怎么玩耍呢？厕所是冲凉啊，厕所怎样玩耍嘞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这个就是我们精心设计的让小孩子的 bathtub， 当然不是一般的 bathtub， 不是一个圆，不是一个盆这样子，它是整个本来厕所就不是在这个位置的，我们住进来的时候厕所是在 kids playroom 的那个地方来的，所以整个厕所移过来，所以如果你熟悉装修的话，你都知道做厕所做白冰是一个很高成本的东西，所以这边就是你仔细看它的砖呢，其实我们都是特别去定制啦，因为很少人会怎么讲。我觉得马来西亚比较少人会用这样子的东西啦，这种圆面的砖，然后一个一个铺上去，然后适合小孩子使用的花洒这些水啊，然后排水的地方等等，通风全部都要照顾到。当然啦，楼下的马桶很重要，因为基本上每一个客人来到你的家，他们都需要一个好用的马桶，然后这个是 Koto 的马桶，这个马桶呢，它就跟我每次在日本的时候，其实在日本公共厕所。3星级酒店、5星级酒店、7星级 Ultra Luxury 的酒店都会有这种马桶，就是它有一个 sensor， 如果你屁股坐下去之后，它可以去清洗你的要清洗的地方，然后当然你可以用这个 remote control， 我暂时是还没有把它固定在一个位置啦。
这个就是 laundry room。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用了这个 Marmor Grande， 它是一个岩板，就是这整个台。Marmor Grande 呢，它就是采用了大规格的尺寸，它很少接缝，它耐高温 ，OK， 它容易清洗，它耐脏。那当然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我们的烘干机跟洗衣机。那我先讲哈，我从很小，我看我小时候我家里就是用烘干机的。我还在新山的时候，我家就是用烘干机，所以我们一直以来，至少在过去20年，我都没有晒衣服的习惯，我都是用烘干机。所以不管我住 condo， 我住 landed， 我都是要用烘干机搭配洗衣机。只是现在我们更聪明，我们把两个东西叠在一起，因为它有一个固定器，可以去减少这个空间，而且从洗衣机到烘干机的 travel time， 这个是无缝接轨啊。那如果刚才观众有细心观察到的话，就会发现我每一次在开灯、关灯，那个灯的颜色、那个灯的色温都会改变。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现在在 entertainment room， 所以我打开灯、开灯，观察到吗？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 warm light。那 warm light 呢，它是一个比较 calm、比较温暖，让人比较放松、比较沉淀。它适合在晚上的时候。那白天的时候呢，我会比较 prefer 这样子，该 warm 的时候 warm， 该 cold 的时候 cold。OK， 这个可以根据你的心情，根据不同的时段来调整这样子。当然前面提到的这个小孩子的攀爬架 ，OK，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打了非常散、非常实的这个 wall block。在这边还有我们本来都在用着的一些木质的东西，还有这个墙壁的色彩等等，全部都是 kids friendly， 全部都是 children friendly， 对儿童的眼睛、对儿童的成长、对儿童的发展，包括这些玩具等等。当然有很多小孩子很喜欢车的东西，不过我们尽量让小孩子接触这些是木头、实的木来的，这些全部是木头来的，不是 plastic 来的，所以尽量减少让小孩子去玩那些比较 artificial、比较 plastic 的东西啦。可以玩木的东西，可以玩 natural 的东西，就尽量玩天然的东西这样子。那就跟我们一次在德国看到的一样，大部分这种走廊、car park 等等，在没有人的时候，它的灯是关着的。有人经过，有 motion detect 到的时候，它才会打开，因为这样可以节省电，而且你也不用伸手去开那个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边呢就用了 Aqara 的这个 sensor， 当一 sense 到有人，掉一声，它就会帮我照亮这条马路，照亮这条通往2楼的路。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用了很多时间在做的东西，因为本来上面整个地方颜色都是蓝色还是紫色这样子，所以要把它重新油过，整个墙壁重新粉刷过，让它真的是去掉一个很亮的。你看回去那一支 video， 上一支 video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楼梯，然后这个地方现在是暂时这个地砖全部也是会换掉啦，因为要做就一次过做。然后它的墙壁全部油的是蓝色深色，我不是很喜欢啦，因为我以前洁碧的家油的就是紫色的这个颜色，然后它会弄到人很忧郁。灯在哪里开？等下啊。所以2楼的这个部分啊，原本是一个非常阴暗的地方，因为之前的这个屋主他就做了一个天花板，盖掉了这个天窗，所以本来这边就只是一个空间很小，然后只开了一个小个的照明口，那我们就把整块东西给轰开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上面那个地方。然后本来它会有那个百叶窗这样子，现在我们就用了一片好像玻璃车顶这样的东西来给它加大它的这个透光率、这个采光率，再油上一个比较能够反射阳光的颜色，所以让整个地方就好像焕然一新，好像重见天日这样子。当然也因为我们开掉天花板之后，这个地方又需要散热，我们就用了这个 Berlima fan。所以因为设计已经到这样子，我们已经用了木框，我们已经用了minimalist 的 design， 所以风扇不可以去买那种铁片的风扇，那种最传统的那一种，你知道吗？所以 Berlima Fans 也是一个讲求美学的风扇，它用了更省电的 DC motor， 能耗比 AC 低了50到70%， 而且体积更小、更轻、更安静，还支援 Smart Home 的系统。我们这边有3间房间，但是有时候会面对到客人来没有地方坐，或者说客人来没有地方睡。那在我身后呢，这个就是 Joey 的 Joey Sofa。所以它虽然叫 Joey Sofa 啦，但是它其实是一个
它也可以是一个床，因为你看它下面有2层，我可以把它放下来之后，你可以拿来睡觉，你可以坐在这边 ，even 你不要铺上去，给它变成一张床，坐在这边都可以睡一整个晚上，非常的舒服。当然这边也有一个书架，但是我们不要那种 book rack 啊，那种怎么讲，那种很传统的 shelf， 我们就用了一个隐藏式的，就你看到书，可是你看不到架子，这也是极简主义的一种。2楼这边就有儿童的睡房、客房跟主人房。那客房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经常都会有可能有亲戚来暂住，我的父母来住个1-2天等等，所以它会有不同的人，它这个床啊的设计必须要符合各种身高、不同年龄，有老人，可能有年轻人等等。那我没有办法买一张床适合所有人，但是有这个 Snowfit 的 Smart Bed。它非常的聪明，它基本上就是把按摩椅的概念融合进去人的睡床上面，在床后面安装了 damper， 车了那个 absorber 这样子，所以它可以根据你的各种想要使用的方式去使用这个床，而且它的 mattress 是2张 single bed 这样子的 design 来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去看这个小孩子的儿童睡房。那我现在有一个5岁跟一个4岁的小男孩 ，OK， 说他们从出世到现在基本上都是我们4个人一张床啦，然后现在搬来这个地方，终于有机会可以让他们独立 ，OK， 相对独立的睡同一间房间，就是小孩子睡的床。所以小孩子的房间基本上就是针对他们的需求、他们的身高、他们能够 touch 到、他们能够 reach 到的东西来设计，尽量不会用大人的方式做到高高。当然你注意看的话，这面墙壁通常墙壁的这个 curve 啊，它是一个尖角来的 ，OK， 但是我们把这个尖角全部打掉，然后再跟它做回去，就会 make sure 小孩子就是蹦蹦跳跳啦，坑坑碰碰这样子，是降低这个风险这样子啦。睡前要去厕所小便的时候用后面的这个厕所，然后它是一个整个空间上就2个是 share toilet， 因为这个屋子的屋型它就是这样子罢了 ，OK， 我们已经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面去 design 这个厕所。Welcome to Master Bedroom 主人房啊！主人房是一个很重要，同时很挑战、很难设计的，因为它原本屋子的结构，它的横梁就是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的床，就我们在躺的时候，那个东西不能在我们头顶上啦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 skip 掉它。那如果你要 skip 掉它，你又没有掉外面的自然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刚才说2楼要开掉那个天窗，因为我可以利用这个相隔里拉帘这个窗帘去采到自然光，至少天亮的时候我知道天亮了，而不会睡在一个房间里面不知道现在是几点这样子，我很怕这样子 ，OK， 我必须要知道开眼睛的时候 ，OK， 我大概知道现在是6点，现在是7点，阳光处于什么样的这个温度这样子。然后床是一个重点，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到了 Slumberland Signature， 就是在 Pavilion Bukit Jalil 去选择这一张床。为什么？因为在 Pavilion Bukit Jalil 的 Slumberland Signature 店啊，它有非常多选择，不只是怎么讲，你要什么价位的，它基本上都有。然后我之前一直会觉得说，床可能就是弹簧越多越好，或者弹簧越少越没有这样好等等，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你实际上你还是要去看那个床，你还是要去试坐去体验看那个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购买一张床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它能够提供给你这样子的服务。选择多不多，种类多不多，然后它的 delivery service， 像我记得我在选择这个床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如果你真的是睡了觉得太硬太软或者不舒服，它可以 offer 我在一定期间里面，在有效期里面可以跟我去更换这样子啦，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周到的服务。那在这边呢，我们将它隔开来之后，这个不是普通的partition，这整个是实体的砖墙来的 ，OK， 它是 brick 来的。所以为了要迁就整个屋顶的设计呢，又不要动太多，我们可以改变小结构，但是不要去更换大结构，不要去碰到整个很大的东西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你看到的，这是一个梳妆台，然后你注意看我们的衣橱也是根据了极简主义，就是你不会看到 handle， 你不会看到 door handle 门把手把这样子的，这个是开的门，然后这个是打开的门 ，OK， 所以这个里面它都会有 ambient light， 你开除它就会自己有灯这样子的，你不用再去开一个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全部都是也是一样 Hevia 的木，然后重点就是因为这个手工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要做这些东西啊，它不容易做的一个东西来的啦。基本上这个地方也是用了跟楼下类似的一样的这个窗帘，我们把 roll 打开 ，OK。
所以在这边呢，我就可以直接看到家里外面，因为这是一个双层排屋，马来西亚典型的双层排屋，然后阳光同时可以透过来家里面这样子。所以当然厕所的话也跟地砖、瓷砖一样，全部都是交由这个 Rubin BMS 那边去选择。像这一个洗手盆跟这个 Kotor 的这个水龙头呢，因为它有 Kotor Clean 的功能，可以去控制这个金属污染物等等。那我们这边就用了 Kotor 的圆形上盆，搭配 Marmor Grande 的台面，100%意大利工艺制造的浅米白色人造石，比天然石耐磨，而且结构稳定。最重要的是它耐污，容易进行日常的清洁。楼上这边我们就用了 Urano 的这个马桶，它同样是一个智能马桶，然后有 control 各种东西啦。其实跟楼下那个 Kotor 的马桶差不多一样，可是这个我觉得它会更加智能化。就是我们必须要去配合我们的这个木啊，这个板材，这个木纹，因为你不可以随便用一个砖，你不可以用一个跟它格格不入的砖，包括这个东西啊，好像那个 Rolls-Royce 的 Avan 这样子去敲它有 aluminium 的声音啦。然后这个是可以拿来放杂志的，这只是 design 而已，我们还不确定会怎样去使用它。所以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从门口走到现在，整个东西都是连贯的，所有的光线，不管我在家里的任何一个 corner 都会有自然光，然后整个空气，我真的才住进来没有多久吧，这个 Hevia 它释放的，它根本就不会像你去买一个外面你买一个木纹或者买一个家私回来，那个味道是刺鼻很呛的。当然我有装空气过滤器，因为空气当中还是有污染源，但这些污染可能是外面进来的，可能是空气当中的，它不可以是你的家私所释放出来的，不然你就买一个污染物放在你的旁边。所以阳光、空气跟水是非常重要的。像我刚才讲，小孩子冲凉、小孩子刷牙、小孩子洗脸等等，包括我们吃喝拉撒等等，这些水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今天 review 的呢，不是一台车子，而是一个 home， 一个 office。当然前面停着2台车子，上面装着 solar panel 太阳能。我就用一杯 espresso 的时间来结束今天这一支刚开始的影片。我觉得今天这整间房子呢，它不只是像我前面讲的，它不只是一个房子，因为这是一个 project house。为什么？像如果你留意我这些年，我都一直在讲充电桩、solar panel、太阳能等等。那这间家里，它可以让我完全的去实践说怎样自给自足。就像我才短短的过了，我看不到1个月，我现在完全没有 range anxiety。我每一天睡醒，我的2台 EV 都是80%。如果我要出远门，我 schedule 好，我一出门就可以直接到槟城，直接到新山，中间不用再有任何的停靠，只需要充一次就可以出远门。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安装一套太阳能系统大概需要多少钱，欢迎联系 Edcar Energy， 他们提供了一站式的 Solar System Solution， 他们能够用专业的方法去帮你测量你的家里能够安装多少片太阳能板，然后预计每个月可以帮你 generate 多少的电，或者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够回本，这些东西你都能够联系 Edcar Energy。 根据最新的 NEM 3.0 计划，在未来10年都可以将没有用完的电储存进 TMB 的电网，换取电费的回扣，所以 Power Bank 目前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而且我这边还有2个移动的 Power Bank， 一个是75 kWh 电池的 Tesla Model 3，还有 74.4 kWh 的 MG4， 2款都支援 up to 11 kW 的 AC， 但是 MG4 比 Tesla 多了 2.2 kW V2L 对外放电的功能，那 2.2 kW 也就是2200 W， 所以一个 stand fan 大约是60 W， 大型冰箱在150 W 到300 W 之间。在停电的时候 MG4 如果在 80% SOC， 可以让我的冰箱维持60天运作。那你说停电，车子没有电怎么出门？我还有2台汽油车。所以希望今天这期影片可以让可能正在找屋子，或者正在装修屋子，正在想要改造自己的屋子的你，可以有一个 concept， 可以有一个 reference， 可以有一个参考。或者你只是来给博的 welcome 来我这边给博我的房子，到底用什么东西，到底怎么样去设计，原来可以这样子设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灵感。因为很多人来我家参观之后的感觉就是
它不是一个 bungalow，OK， 它不是一个2个 million、3个 million 的屋子，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20乘70的排屋，双层排屋。可是你一进来之后，你不会觉得这个屋子就是这个尺寸，它给我们一种无限的感觉，因为只有当你能够贯彻，当你能够去使用 less is more 的这个思路、这个方向去设计屋子，它就可以让你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去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我是在主意，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2、1 cut。So 从原本的 condo 搬到来 landed 啊，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不再需要上car park转，然后等电梯，而且我到家就是到家，不是说我到家还要多花一个5到10分钟去做那些很琐碎的东西。而且我现在有了 Smart Home 啊，也就是说，因为这个 Apple Studio 帮我 design 的 Aqara 它是支援 Apple HomePod 在 link to 我的 Siri， 所以我可以用 Siri 去输入这个指令 Hey Siri Switch on double gate。 Right， 一台开出去，一台放在家充电。然后我已经离开，我就同样的 Hey Siri Switch off double gate。 我可以从我的照后镜看到它帮我把 auto gate 给关上，我就这样出门。因为它是一整个系统来的，它必须要你的 device 啊，像我们用 Aqara 的产品，然后我们的 hotspot， 我们的 WiFi router modem 全部要很strong去配合。Of course， 当然我们有备用锁匙啦。我的意思是说，这些 smart 的东西它不是，你知道吗？有些人他们可能会觉得哇，这些东西太智能不好。不，我不是这么认为的啦。好像我现在你看我一间家，小的话还好，大的话可能我楼上的这个灯没有关，小孩子的房间的厕所的灯没有关，然后我可能一出门，你知道吗？我一出门8个小时，一出门一整天，那个灯在我家就一整天开着。但是我现在有 Smart Home。我停下来的时候，我可以检查手机的 app， 哪一个灯没有关，厨房的灯、办公室的灯、睡房的灯，我可以用手机这边去关，包括风扇包括风扇，包括冷气，我都可以在这个 Apple 的 Home 功能里面去开启或者关闭所有的东西。所以Smart Home 它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 smart。所以这只是一个开始，像我刚才前面有提到，这只是一个开始的影片，因为一般上我介绍一个车子，可能我介绍完就完了，你知道吗？你就去 showroom， 你要买不要买这样子。但是家里是我刚住进来 ，it's just a beginning， it's just a beginning，it's a beginning，OK？所以希望真的可以给大家认识一点新的东西，给大家学习到一点新的东西。我现在要吃早餐，Let's go。